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打鼾的背后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这个健康问题还会引发或加重心血管疾病，甚至导致心肌梗塞和中风。这个健康问题叫做睡眠呼吸暂停。一般来说，入睡后喉咙、上颚和舌头肌肉会松弛下来，但过度的松弛会造成喉部狭窄、上颚塌陷，使气道堵塞，尤其是在一些喉部解剖结构本身就狭窄的人群。当呼吸时的气流通过狭窄或者部分堵塞的喉部，会产生气流的变化，导致喉部和软组织之间的震动，发出打鼾声。换句话说有鼾声就有气流流通的阻碍。如果阻碍严重，气流不能通过，就会使呼吸终止。医学上把这个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个体在睡眠期会经历气流减少或者完全没有气流通过的时期，导致血氧水平下降。当血氧水平持续的下降，你的大脑觉察到了你没有呼吸的时候呢，它就会唤醒你，让你重新打开气道。但是如果这个觉察的时间过长，或者呢这种情况出现过多，就会影响个体的心脑血管和其他器官的健康。大家知道成人血氧度是多少呢？是要在 95% 以上。我在临床监护工作中常常可以看到，病人打鼾后呼吸终止期的血氧度呢，往往会降到 90% 以下，甚至到 80% 以下。但尽管存在这些危及生命的风险，许多人呢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危害。其中的原因呢，可能是打鼾的人本身一般不觉察到自己在打鼾，也不会知道是否有呼吸终止的情况。但是我们如果对这个呼吸暂停这个病症呢有所警惕，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相关的症状来判断。例如，即使是夜间有足够的时间睡眠，但是日间呢还会过度的疲劳、嗜睡，还头痛、注意力不能集中，甚至认知功能下降，或者是持续不能控制的高血压、高血糖、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在这里呢，我想提醒一下枕边者，应该注意观察打鼾者的呼吸模式。如果有呼吸暂停的情况，注意停顿持续的时间。如果超过10秒钟，特别是在1小时内有5次或更多的呼吸暂停，表明打鼾者可能患上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需要及早的咨询睡眠专科医生。睡眠呼吸暂停除了阻塞性以外，还有中枢性的和混合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症状相似但相对少见。美国医学会指出，年龄是这个疾病的一大危险因素。根据国家心脏、肺和血液研究所的数据，随着年龄的增长，脂肪组织会在颈部和舌头中堆积，从而增加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美国医学会估计，美国约有3000万人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但只有600万人被诊断患有这种疾病。为了在临床环境中快速地评估个人患
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 ，Francis Chan 博士及其同事开发了一个叫 STOP-BANG 调查问卷，作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筛查工具。我在退休前10几年的护理工作中，几乎每天都会用到这个筛查工具。我感到这个工具很通俗易懂，所以呢，推荐给大家，以帮助大家了解自己和家人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STOP-BANG 问卷有8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呢，代表每一种与睡眠呼吸暂停有关的可能性或风险因素。总共有8个问题，如果回答是，就记1分。首先是 S snore 打鼾，这里指的是经常的打鼾。T tired 疲倦。O 是 observe sleep apnea 就是观察到呼吸暂停。P 表示 pressure 是否有高血压或者是正在吃高血压的药物。B BMI 身体质量指数是根据身高和体重衡量脂肪的指标，是否大于每平方米35公斤。A age 年龄是否大于50岁。N neck 颈围是否大于40厘米。G 性别是否男性。答案总分0到2分是低风险，3到4分是中度风险，5到8分是高风险。那么如果答案3分以上呢，我们就建议咨询睡眠专科医生。这个 STOP-BANG 问卷呢是一个筛查工具，而不是一个诊断工具。高分呢表明了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那好，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下期视频我们接着来谈谈睡眠呼吸暂停的诊断与治疗。如果您喜欢，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订阅的时候，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你不会错过我视频更新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问题，请您在留言区留言，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